嗨，大家好！现在换了一块电池啊，继续沿着罗峰路向着罗甸古镇的方向骑行，算是我今天在宝山区啊第3段骑行的开始。可以看到啊，到了这里呢，罗峰路边上啊，马路的两边啊都有很多的商店啊，也有很多相对楼层比较高的住宅区。我也不知道这个美兰湖社区从何时开始建设啊，有多大的规模，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喜欢的社区啊。但是从观感来看啊，就感觉还是一个比较新潮的社区。但是我看到这边的停车场呢，还是以美兰湖命名的停车场。经过了越罗公路啊，这里看起来就是一片旧城区了。想必呢，罗甸老镇啊就在前方了。看得出来啊，过了一条大街，这边的街道两旁的这些房子应该都是农民自己建的房子了吧。
这条街上啊，好像都是一些五金商店，跟建筑材料、工业产品有关的一条街啊，乡镇企业、乡镇商业一条街。原来啊，一拐弯，罗店古镇就在我门口了，应该没有门禁啊，可以随意到里面去骑行一下。新桥街应该是这个罗店古镇的一条主街。据说啊，这边也是一个600来年的江南古镇，小桥流水啊，但是现在好像只保留了3座古桥。现在呢，我就经过，应该是第1座的古桥啊。一看这些老房子、老建筑啊，就是上海本地的一些古镇的样貌了。那我就随意到里面去骑行一段吧。完全是原汁原味啊，还没有经过特别修缮改造的一条老街，还是一种藏在柜中无人识的这么一种状态。很多啊老镇啊，如果你要把它搞成一个商业茂盛的街区呢，会吸引很多人来啊，但是呢来了以后又会失望。这边还有一个休闲的亭子，这座石桥不错啊，叫鹤浦桥。狗狗，好乖。骑行在这样的一条小街道啊，真的就仿佛时光倒流，又回到了我小时候的城隍庙。
这样的古色古香的小镇呢，可能我们很想把它保留下来，但是当地的居民会作何感想？他们愿不愿意在这样的那种已经比较落后的这种建筑物里面居住呢？我们就不好说了。但是作为一名游客我们还是希望这些古老的街景能够得以保存，即便呢在这样的小街小巷抬个车过个桥都没有任何问题。在一座不知名的小桥上面来看一看这条小河。刚刚呢应该是从这边过来的，现在呢准备从这条叫市河街的小马路骑回去。这条叫大通桥92年立的一块石碑，应该是3座古桥之一吧。不管怎么说呢，沿河的一些房子呢，还是经过了一些修缮看上去呢，更有一种古韵。对面开着窗，一位抽烟的老大爷凭窗观河，相信也是在这边住了很多年的人了吧。每天面对同样的景致刚刚呢就从对面这座鹤浦桥那边过来的。对面这些房子每一家都有一个小的码头，下几级台阶呢就可以坐船以前古代人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交通网络。我们继续沿着这条市河街在7段。这边呢，可能就是我刚刚骑进来的地方了既然还有路继续骑行一段。过年最少给5000，要不给我表嫂有一次在我们也没去，我和我表嫂关系。
看来呢，这也到了头了吧。三元桥，从这边呢再来看一看啊，罗店古镇就是夹着这条河的两条街道，左手边呢是庭前街，右手边呢就是刚刚我来的这条街，没有什么商业啊，倒成了非常安静的一片社区。现在呢，已经转到了罗店古镇的外围了啊。这边呢，应该有个宝山净寺，一个寺庙啊。希望呢，能够骑到这座寺庙跟前，然后呢，就骑回美兰湖去。天气又有点开始下雨了。这边有个学校，叫宝山区罗阳小学，是陈伯吹题的词。对面呢就是罗店古镇的睦邻共享中心啊，社区中心。要吗？
就在一条大河边啊，对面应该在重建过程当中的宝山净寺啊，有一些建筑呢已经起来了，有些建筑呢可能还在重新建造之中。这条河边的道路叫宝山净寺通道，我打算到宝山净寺门前兜一圈。雨稍微有点下大了啊。这座庙门还是建得相当不错的，全部是木头的大柱子。这边有一座塔，相当不错啊，仿唐的建筑。飞檐上的风铃啊，叮叮当当的。这边呢就有另外一座山门，写的宝山寺啊，应该就是宝山净寺吧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往回骑了。
虽然本人不信教啊，不信佛，但是呢，对于先人留下来这些文化的遗产啊，还是心存敬畏。每当走过这样的古建筑，都会尽可能到门前一游啊，打卡。看来这个寺庙占地面积不小啊。今天在宝山区的第3段骑行，罗店古镇，再加了一个宝山进寺啊，是宝山寺门前骑行之旅呢，就到此结束了。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，再见，拜拜。